们继续来看 kernel 跟range，就是所谓的合集跟值域。那值域在前面讲函数的时候，也大致都讲过了齁。那因为他们这两个都有蛮重要，对整个线性映射的结构有很大的一个分析效果，这样，所以必须针对这一块呢，再更严谨的来做一个追究，这样嘿。好，那首先我们来看看 linear mapping 的一个 space，那我要把符号再更精简的来跟各位做说明嘿。首先呢，什么叫做 linear mapping space？ 那在我们这套讲义里头，因为受限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花很多时间再去讲一些比较延拓的空间出来。那但是这个呢，符号可以先看一看。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好，我这边有一个 L， 好，这一个 VW， 这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所有线性映射所的集合。那它的那个定义域就是向量空间 V， 那对应域是向量空间 W， 那都没有讲的时候，它就是同时布于某一个 field， 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 linear， 它是一个 linear mapping， 一个线性映射，有没有？有看出来？那这个线性映射很明显就是 from 怎么样呢？ from V to W。那这样写就假如说以后我们研究的这一个线性映射就是大概属这一类嘿。因为详细的部分我就在这边没有再做一个追究这样齁，所以我就来很快做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表示说这个集合里面的每一个元素就是一个线性映射。那它在函数的加运算跟这个乘上存量跟函数的一个计算结果，它本身就形成什么？它是一个向量空间嘿，它是一个 vector space。你们看出来vector space over 这个 field， 那你要加定冠词不定冠词都可以嘿。好，它是一个向量空间它是个向量空间那这一个那这个当然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是说我们在偏误有限的情况之下就不要再追究它了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来看了。那看的过程里面就是说第一个很重要就叫做kernel。那 kernel 都有在前面的标题就跟各位讲过，它叫合集有没有？我把它换成叫合集。那合集的 kernel， 那或者有人叫做这个 null 这个 space， 也就是说 T 是一个线性映射从 V 到 W， 那布于这个 field F， 所以呢 kernel 它kernel 本身变得也是一个运算，你们看出来？那有些书就写成 NT 有没有？写成 NT 这样嘿。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给定了就是说我这一个 given 这个 given 就是说已经给定了，给定一个 T 之后呢，我来研究它的 kernel T， 那就是那些所有的向量所成的集合。有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写 X， 有时候写V， 因为这个都以前的在读书的时候很多课本的做法就不一样，那已经习惯以后就变成这样子这里的意思是说kernel T 的意思是所有的这一些向量透过 T 映射到0的那些所有向量所成的集合就叫做 kernel。那这个 kernel 呢，它的几何图形长什么样子？我们来画画看好，我们就习惯性的画这个图给各位看。那这是我的定义域 V， 我的对应域 W， 那这是我的线性映射 T。那在这边有一个0向量，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很明显这个0怎样呢？是属于 W 的0，W 的0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在定义域空间里面呢有那些向量有没有？它们呢映射到0每次画直线都画不好就是说好，那些怎么样映射到这个画直线，因为我这边是悬空的一个萤幕有没有？再画这比较不好画就是说那一些全部映射到0的那一些怎么样？那些的 X 所成集，也就是说这些里面的那些点点滴滴的元素我们看出来例如这中间有一个 X， 我们看到它就映射到0来所以这个集合呢我们就叫做 kernel T 这样那记得很明显这个 kernel T 是谁的子集？是 V 的子集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它是 V 的子集这样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 kernel T 非常重要，在线性代数里头的那个有关于线性映射的那个部分非常重要
那非常重要的话呢，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定理。好，这个定理很明显就是说，还没有开始我就给你写证明好，没关系就说 T 就给一个什么 V 到 W， 说这样子比较简洁，我再写讲义就简洁多了T 属于 LVW 中间某一个线性映射。那 kernel T 的话，刚刚讲它是谁的子集？是 V 的子集，那它的等级要升高，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子空间，不是只有子集而已。那我要证明子空间怎么证明？好，因为同学呢现在学到现在才第几周而已所以第4周所以很多练习的机会不够，题目给你们量也可能不够那没关系，我反复的讲解。要证明某一个集合是子空间的话，就要证明怎么样？它里面随便抓出2个元素 x、y 出来，那再找2个常数 c、d 出来。那我要证明怎样？证明 cx 加 dy 是不是仍然属于 kernel T？ 是，它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子空间，它就是一个子空间，没有错。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这里有没有？你看我这里有没有看到？那看我们这里的话，就是说它属于 kernel T 的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 Tx 等于0，有没有 ？Ty 也等于0，因为它们都是映射到0嘛。那按照我前面讲过，就把0当作是一个靶心一样，就是说所有打中靶心红心的那一些子弹组成的集合就叫做 kernel T， 有没有？好，那这个时候我来检查一下 Tcx 加 dy 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那 T 本来是一个线性映射，所以这个显然可以做线性组合的分解，有没有看出来？那它本身就已经讲过说这个怎么样？这个等于0啊，这个是等于0，有没有？那这个是等于0啊，所以整个结果你可以看出来等于 C。那个如果说你到时候写是不愿意写那个 dot 也可以它就等于0。所以因此这个就变得很简单但这种小题目是考试的常客，所以你们还是要熟悉一下好，所以 cx 加 dy 就属于 kernel 怎么样 ？kernel T， 也就是说 cx 加 dy 它也是映射到0，那就正完了嘛好简单，有没有？好简单。好，那很简单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这边有给的这个线性映射从 R3 映射到 R2。那就把它定义成是这样的Tx1 x23 映射到2维的那叫我们找 kernel T 出来。那这个找 kernel T 怎么找这个在我设计的作业里面有好几个作业，你们看出来那你们那这种题目一般来讲的话都是在考你基本的功夫好，我就把它写出来了。2x2 再加上3倍的 x3 减去什么样呢？3倍的 x1那再减去2倍的 x2， 再减去 x3， 有没有？那它等于什么？它等于00嘛。那等于00的话，那我要解它啊，所以这个等于0，有没有？这个也等于0，所以分别等于0。那它变成联立方程组，那在我的课程里面的话，应该还有联立方程组。那如果时间够，我再补一些给你们那联立方程组，那因为现在我们要读的线性代数东西太多了那当初这一个我们规划的时候时间比较short。好，那这个解这种题目一般来怎么解？你说我们国中就会了，国中的方法有时候是比较tedious的，什么加减消去法，什么代入消去法，什么离离口口那不管怎么样都是属于这种叫列印算你可以看，我就把它系数写出来的负1写出来。然后呢，我要把它变成是怎样？把它变成这个标准的矩阵，所以我就会把 r12 负3 r12 负3的意思是说把第一列123乘上负3加到第二列去，所以123那就变0负8负10，有没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为了漂亮起见，你看把第二列乘上一个负1/8，有没有？就变成是12301 4/5，好，变这样，你们看出来？然后呢，再继续把它做。那这个时候我就第二列乘上个负2往第一列加，有没有？那我就把它消成这样子，有没有？01，那这个是4/5往上加就变成负2/1。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果 ？x1 加上又把它变回一样联立方程组1/2的 x3等于0，还有呢 x2 加上5/4的 x3等于0。我就把我的联立方程组把它简化了，那简化完以后呢，我可以继续往下解啦。所以这个时候呢，由这个式子我们看到你可以推出来怎么样 ？x1 是不是等于负的1/2的 x3？那 x2 呢等于怎么样？负的5/4的 x3。那我这样就可以看出我的 kernel 就出来了，有没有？我在解我的 kernel 嘛，所以呢，它等于负的1/2的 alpha， 负的5/4的 alpha。那这个呢，我们题目做多以后你就熟悉的，有没有看到？就熟悉的，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已经找到它。那同时呢，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发现怎样呢？好，把手机静音一下，免得到时候录影的时候声音又进来了哈。负1/4有没有？当然你现在写成这那么 ugly 也可以，但是没有问题哈。它是一个 basis of 什么样 kernel t， 好，就是这个负1/2负4/5。这个看起来是比较麻烦一点，那如果说你把它乘2，就变成负1，乘4好了，就变成负2负5，那4也是它的 basis，所以就看你要怎么表现，所以答案常常是这个很多变化的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们的 kernel 就对 kernel 就已经有了解了，那 kernel 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所以这个以前我在教书就把这个定理，现在大家看的这个定理叫做一叶知秋定理，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检查一只 T 到底是不是1对1，我要检查它的 kernel 就好了。如果 kernel 的话只有怎么样零向量的话，那这个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1对1。条件怎么那么强？ kernel T 等于0的话，那么 T 就是若且为若它 T 是1对1有没有？那怎么证它？那我们当然还一定要有个起手式，这个式子等于 ty， 我想干嘛？再回去看一下前面第一节讲的那个函数有没有？我要证明 x 是不是能够推到 x 等于 y？ 那很简单嘛，就变 tx 减去 ty， 那就等于 t 的什么 x 减 y 啊，等于0啊。你就是把这个式子往下推，有没有看到？就得到我们现在这个结果。那这样不就推到什么结果出来？太 trivial 了。但是考试的时候你要非常有逻辑性把它写出来。所以 x 减 y 它是属于 kernel t。那但是现在已知条件怎么样？已知条件是由这一边往这一边推啊。所以这个当下的时候怎么样？目前这种状况的时候怎样？状况是 kernel t，它目前是等于怎样？等于0向量。我们看一下，所以呢，这个式子没问题 ，x 减 y 等于0，那就推出来 x 等于什么？等于 y。证完了，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问题哈。那反过来就是说，如果 t 是 1 to 1， 我要证明 kernel t 之后含有0向量，所以我要证明这是什么？就是说我 x 如果属于 kernel t， 我就可以推出来什么事情 ？x 等于0向量，这样就好了嘛。那好了，你看 tx， 所以这个是已知条件哦。目前这个是就是说不，这个我们有这个式子来推了，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等于 tx 等于0，可是 t0 等于0在前面已经证明过了，有没有？任何的线性映射 t0 等于0。那好了，但是你要注意哦，我们这时候怎么样 ？x 会等于0，为什么？因为 t 为什么呢？t 为 1 to 1， 有没有看出来？也就是说 tx 等于 t0， 那因为它是1对1，所以 x 就要等于0。好容易，整个题目就那么容易就证出来了。trivial， 好 trivial 有没有？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用几个 pages 就已经看完了。还没有哦，这个题目好像有些学校常会出现的题目，我们来看一看。那以前是把它弄成例子，现在把它变成定理。好，
T 属于 LVW， 其实线性代数就是要多做题目啦。T is 1对1，已知条件它是线性映射，而且它1对1。那如果说我现在在定义域空间有一个线性独立极，有没有看出来？它是一个 Li， 那它映射过去以后怎么样呢？ V1 TV2 点点点，有没有 TVN， 它也是 Li。那这种题目拿到以后就是说，开始综合很多我们的那些性质，把它全部综合在一起，叫你去证明它这样。好，那我们的起手是什么？ C1TV1， 我要证明它线性独立呀。你们看到点点点再加上 CNTVN 等于0，看出来？那想干嘛？我要证明 C1 等于 C2 点点点等于 CN 等于0。唯一解就是0嘛。那怎么证？很简单嘛。所以我就由这个数学式子来推，它本身是线性映射嘛，所以呢，它本来就可以做线性组合，把它组进来。C1V1 C2V2 加有没有？加到 CNVN 倒回来，它等于0，有没有？那这样就推出来怎么样？ C1V1 再加 C2V2 再加点点点再加上 CNVN， 这个属于 kernel T， 因为它们的映射到0嘛。那记得哦，已知条件它是 1,1。那记得在线性代数里头的话，我的颜色刚刚跑掉了，我看一下哈。好了，没关系，用这个颜色好。就是说，在线性代数里头呢，记得你看到 T is 1,1，马上就刚刚证明的嘛。所以我常讲说一叶知秋定理，我只要看到它是不是只含一个零向量的话，它就知道它是1对1的。所以这个式子等于什么？等于0嘛。那这样的话，就整个题目就已经大功告成了。为什么呢？因为已知条件是什么？已知条件是 V1 V2 到Vn 是线性独立，有没有？所以这个式子的话，当摆出这个式子的架构出来的时候，那它是线性独立，所以系数一定怎么样？点点点，有没有？等于0。好简单齁。那整个在证明过程里就是一个逻辑思维而已嘛。你要训练你那个逻辑思维非常的严谨，这样就没问题了。往下看，还有一个重头戏。这个重头戏就是说 range 跟 image 全部已经看过了。那好，重新再定义一遍 TV 就是我们RT 节目符号都定义过了，没看出来？就是那一些定义域的子弹全部打过去，所有的弹着所成的集合就是 TX， 有没有？那有一种更文绉绉的写法，就是说，我是对应域里面的一个元素，那这个元素一定会存在一个元素在 V， 有没有？使得这个元素 Y 会被某一个 X 打到，也就是弹着的意思有没有？那我再把图形再重新画一遍所以这几个结构非常重要。那有一个大定理，可能我们下次有时间我再来补录。有个大定理有没有？好，那这个大定理因为那个要花一点时间，那是我们的 W， 就出来，我们看到，那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的值域，就是我的所有的向量映射过来，看到，就是说这整个定义域空间映射过来的，这一个就是怎样的 TV， 所以 TV 是谁的 subset？ 是 W 的 subset， 那 kernel T 是谁的 subset？ 是 V 的 subset。这不要搞混了不要搞混了。好，那看样子差不多。它的等级也是什么样？它的等级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子空间等级，但是它子空间不是在 V 里头，是在什么？在 W 里头。好，这些都是考试的常考的考题了常课。XY， 好，我们先布一个解题目的一个架构出来。那 CD 属于 F， 所以我想要干嘛？还是那老样子，就是说你自己要考试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写，人家知道说你的想法是 OK 的。我要证明 CX 加 DY 是属于 TV。
那好了，那这个式子你考什么？你如何去解释这个式子？也就是说存在一个 x1 y1 属于 v， 有2发子弹，使得呢这一发子弹有没有？这一发子弹 x1 这一发子弹呢打中怎么样？打中 x。那 y 的话就被怎么样？被 y1 这一发子弹打中。所以要教你训练，就是训练这个你的数学的表达方式。好，这样呢，我要分析我的 t cx 加 dy， 等于 c 的 t 什么 x1 加 d 的 t y1， 好简单，好简单，有没有？把它浓缩起来，就变成是 t 的什么 cx1 加 dt dy1，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式子 x1 跟 y1 从哪边来的？从 v 来的。那 v 是一个向量空间，所以 cx1 加 dy1 呢，仍然是属于什么 v？ 那也就是说，我在定义域空间找到一个 cx1 加 dy 的子弹打中 cx 加 dy， 那没问题，所以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就告诉我说 cx 加 dy 不是一个没有人打中的靶，所以它是有人打中的靶。那所以怎么样意思呢？所以呢，它就要属于哪里？它属于值域，它不是在对应域里头，所以就证明完毕咯。好，那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个简单的小题目。小题目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这个小题目就是说，我们第二就是跟刚刚那个延续，因为当初这个考题在出来的时候都是2个同时出来的，2个同时出来这样。那圣母叫你证明它是子空间，那因为把它简化就没有在。好，那这个题目就叫我们找什么？找它的那个值域。那当然有些题目会更复杂，那我尽量就是写简单一点，秀给你们看。那这种题目怎么解？意思 x1 x2 x3 就已经映射出去了，映射成什么？ x1 加2倍的 x2 加3倍的 x3， 那3倍的 x1 减去2倍的 x2 减去 x3， 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这种题目很简单，我就把它那个系数就把它那个变数整理出来。那这种题目做多了以后，你就会驾轻就熟，就像我这样一起手就可以把它写出来。3负1有没有？这属于 TR3。那这个意思什么意思？我要找它，那找它最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它的基底出来，它结构长什么样子。所以那告诉我什么事情？告诉我说，我的那个值域是由132负2 3负1所编织出来的。那这种情况，我要把那个什么编织的行为把它搞得更怎么样？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弄错？好像有点弄错了，看一下，我是2，好，没有错。讲义好像当初有点小地方，你们到时候以我这边为准了。好，这个3负1有没有看出来？那一样，我用列印算把第2列干掉，然后再把第3列干掉，所以乘一个负2乘一个负3，所以就变成这样1300乘一个负2，所以这应该变成负8。我当时写讲义的时候没有写好负8，好，这个乘以一个负3下来的话就等于负10，没问题。所以我的第2列我就乘上一个1/8，那第3列就乘上成负的1/10，让它漂亮一点点。那漂亮一点点，因为这样做起题目来比较有精神。所以1301001有没有？就变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我再怎么样，有第2列发动，干掉第1列的3，那干掉第3列的那个1有没有？好，所以这个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100100，漂亮。所以呢 T3，那这个上讲过说，我已经跟你讲一个简单的话，就是它由它编织出来，有这2个基底编织出来的，所以它等于 R2。好简单，有没有？简单是简单，但是很多题目你还是要多做这样。那这个当然我后面想办法，就是说是不是再给你们更多的题目来做计算。所以线性代数大概有3大部分的重点，就是说第一个重点就是说那些观念你要熟悉。那第二个，这些观念所研拓出来的那些几何空间跟那个计算的部分
你要熟悉。那第三个就是那些题库那题库的那个很重要性，题库越多的话，你的能力就越强。像因为我这样解题目已经解了大概上千题或者几千题以上的经验所以对我来讲，很多题目一拿到我马上就可以解出来，那都是这个长期教学的一个累积经验这样好，那就先到这边了那我们就后面呢再继续还有好几章还没有讲完好，我们就先到这边。